月儿，别费神了，爹怕是熬不过今晚了。不会的，爹，我问过了，镇上回春堂的大夫能救您，我再去求他们。站住！咱家早就因为我的病而家徒四壁，你拿什么去救？你就当爹已经死了吧。以后不管世道多难，千万要好好活下去。爹别说胡话，我出去给您打盆热水，您好好休息。爹，感谢您养育了我这么多年，您就在家等着药送来吧。死期一旦签了，你这辈子就是奴工，生死由命。小子，你想签？磨磨唧唧的，我早就想清楚了。钱拿到回春堂，他们知道怎么做。你是谁？月儿呢？我家掌柜只让我带来了这些东西，至于您家孩子，我也没见过。爹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病逝，要我求来了，我去到了很远的地方，爹不必担心，我自会用您教的机关手艺活下去，祝您早日康复。月儿，此次抗击瓦剌，神机营的火气大显神风。楚爱卿，你创立神机营，内卫京师，外镇蛮荒，居功至伟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加官进爵，还是黄金万两？臣不求官职，不求钱财，臣斗胆，只求陛下一道圣旨。哦，何等圣旨？求陛下恩准，倾尽天下之力，帮臣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子。好，朕准了，传朕旨意，动用罗网与各部驿站，倾尽一切替神机营突督寻子，赐正二品。婉柔，大功告成了！这台一窝蜂的威力，若是拿到战场上，足以撼动整个世界。真有你说的这般厉害？绝对错不了。明日我就将它呈交军器局，有了这份泼天的军功，我肯定就能摆脱这奴工的剑气。到时候我带你去京城，在最繁华的地界置办个大宅子，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。楚渊，你为了咱们的将来，真是受苦了。婉柔，你看你熬了这几个通宵，浑身都是灰尘和汗臭味，快去后院柴房烧水洗个澡，换身干净衣裳。好，都听你的，我这就去。去京城，就凭你这穷酸样，也配带本姑娘去享福？停车！提督大人，咱们急着去巡视边关军器局，您这是？你不懂，我生平最喜欢钻研这些击固物体。当年我与儿子失散时，他便给我留下了一个自己做的机械木鸟。看到这些，便觉得他还在我身边。手艺尚可，只是此类民间玩具都有个通病，其实只要在核心枢纽处加上一个燕尾插酸固死，便能完美化解这股冲力。
这燕尾茶仙的制作手法，是我当年亲手教给渊儿的独门手艺，天下绝无第二家。这东西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快说！巨爷饶命啊！这是军器坊里的一个匠人，平时用些边角料做出来换口饭吃的，小人只是倒卖赚点铜板啊。军器坊？渊儿在军器坊？全军听令，调转马头，即刻行军。1、2，轻点，毛手毛脚的，别搞坏了。婉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说过这等重型火器事关重大，应当由城郊军器局吗？这大厅人多眼杂，若是被别有用心之人或是敌军细作看了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哎呀，你就是太小心眼了。这火器说到底也是在这军器坊里造出来的。今日大家高兴，便把这件大功劳摆出来，一起庆祝庆祝，有何不可？庆祝？在未上报前，这绝不合规矩。军器坊里都是知根知底的好人，哪来的什么细作？再说了，刚刚接到消息，神机营的最高领袖武臣提督大人马上就到我们房里，倒是亲自把火器交他手里，不是更好？若是能直接呈交给京城的提督大人，那自然最好。但规矩不能废，去拿厚红布来把它罩上。在大人亲览之前，任何人不得解开。提督大人到。下官军器厂百事赵炳林携犬子赵峰恭迎提督大人。这房里可有一个叫楚渊的人？闭嘴！朝廷并不允许在军器坊里使用奴工，若你说出口，不光你要掉脑袋，还要连累我们，不准出声。回提督大人，下官掌管军器坊多年，这坊里的官员加匠人几千号人，但确实没有一个叫楚渊的啊。没有，怎么会没有？那插销明明就在这里，难道是我找错地方了？提督大人保重身体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民间技艺也在精进，定是有别的能工巧匠发现了此技巧。皇上下旨寻找，不出10日定能找到公子。提督大人切莫伤神。下官听闻大人乃火器大家，今日大人巡视边关，下官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个天大的惊喜，包您满意。惊喜？这僻壤边关能有什么惊喜？大人请看，这可是咱们军器坊最新研发的重型火器。多管齐发，精妙绝伦，如此多天地造化、霸道绝伦的火器，究竟是何方神圣所造？回提督大人，造出这等神兵利器的，正是小女的未婚夫。是啊，大人，为了这件火器，他可谓是呕心沥血、废寝忘食，咱们全坊上下皆是亲眼所见的。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纵奇才，此等造诣，实乃咱们边关军器坊的骄傲啊！好，自古英雄出少年，这等惊世骇俗的火器，若是列装我神机营，必能扬我国威，将那些蛮荒敌寇轰成齑粉。你的未婚夫乃是我朝不可多得的军功奇才，本督今日便将话放在这里，定要重赏于他，并亲自修书800里加急上报皇上，为他请功，封官进爵，光宗耀祖。原来如此，婉容刚才捂住我的嘴，是想为我造势，为我铺路。只要他说出我的名字，我就能洗清剑籍，名正言顺地站到提督大人面前了。你这女子倒也有福气，快说，你这位造出绝世神兵的未婚夫，究竟是哪一位青年俊杰？回提督大人，小女的未婚夫
正是咱们军器坊管事之子赵峰。草民赵峰拜见提督大人。这火器正是草民不才花了3年才完成的劣作。提督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一窝蜂从图纸到落成，峰哥吃了多少苦头？那机匣里几百个精密的齿轮，全是他没日没夜冒着滚烫的炉火，一锤一锉亲手打磨出来的。他原本是握笔抚琴的贵公子，如今为了军国大事，连虎口都磨破了。前些日子试装火药，他更是险些被炸瞎了双眼。婉容看着心都要碎了。婉容，在提督大人面前说这些做甚？只要能为边关将士打造出破敌利器，为提督大人分忧，我赵护峰受这点皮肉之苦，又算得了什么？犬子愚钝，但这份忠君报国的一片赤诚，实在令下官这个做父亲的也自愧不如啊！一派胡言！这一窝蜂明明是我耗时3年，一锤一锤亲手造出来的。这年轻人怎么看起来如此眼熟？放肆！竟敢在提督大人面前大呼小叫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乱棍打出大厅！父亲息怒，提督大人莫怪，此人是我坊中最苦的工人，平日里只干些搬运废铁的粗活，想必是得了失心疯。就凭你这干粗活的双手，怕是连螺丝都拧不好，还敢大言不惭说这等精妙的火器是你造的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婉容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这3年是谁在地下暗室里没日没夜的熬？这机器里的每一道激光，到底是谁的心血？你到底是谁的未婚妻？如今我背后有管事和退敌撑腰，我怕他做甚？真以为平时对你笑脸相援，就是看上你了？看着赵峰造出来这个火器眼红了？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穷酸样。我江婉容生来就是要当官太太，根本没想过让你这种穷光烂进我们家的门。赵公子、江姑娘，你们怎能睁眼说瞎话？我们平时可是亲眼看到楚渊在地下暗室里敲敲打打，熬了3年。就是楚渊的手艺，咱们全坊都知道。这火器明明就是他造的，你们这是强抢人家的心血！你们这群泥腿子想造反吗？谁再敢帮他多说半句，连同家人一起打断腿，赶出边关和西北风！既然如此，我楚渊今日便把话撂在这里。这火器除了我，你们谁也驾驭不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再说一遍。大人，不可冲动。天下同名同姓之人何其多，这般巧合，恐怕是他为了抢功不择手段啊！实在不行，最后滴血认亲就好。也对，此行我们已收获颇丰，边关民风较为顽劣，还需好好观察，到底是谁造出了这惊骇之物。渊儿如果真是此人，我一定饶不了他们。你们这群欺世盗名的小人，满口胡言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来人，给我掌嘴！再打，一棍还不够！都给本督住手！你们过分了！善用私刑，不怕被这里的衙门带走吗？好一双绝不认输的眼睛！端一碗清水来，本督今日就在这大厅之内滴血认亲。曲都大人，万万不可啊！此人不过是个满身泥垢，连饭都吃不起的下贱哭钩。他命如草芥，怎么可能是您的千金之子？是啊，大人，您乃是当朝提督，万金之躯，这剑骨中血脉肮脏，您为了他损伤身体去滴血验证，简直是脏了您的血啊！大人，这小子纯粹就是个得了失心疯的臭打铁，直接拖出去乱棍打死便是，何须您亲自？都给我闭嘴！我楚镇山的血，就算是流干，也要找回我的亲生骨肉。今日这血若是融了，你们刚才动过他的每一个人，我要诛你们9族！一个10年前就在这边关做奴工的穷鬼，怎么可能是提督之子？这血要是融不了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死无全尸！
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明明只是个奴工。容了，他真的是提督大人的儿子，渊儿，我的渊儿啊！爹终于找到你了，爹，孩儿不孝。饭桶，军器局和军器房你都能分错，害得老子在这陪这群演戏的跪了大半天，看回头我不剥了你的皮！滚！提督大人，真是演的一出好戏呀！都起来！下面的人搞错了，提督大人的圣驾原本是要去边关军器局对接公务的，那才是官方衙门。咱们这只是个军器坊，说白了就是个卖力气的工厂。一个朝廷正二品大员，放着衙门不去，跑来这儿跟一个奴工认亲，你们这戏班子找错台子了吧？我就说嘛，一个只会打铁的穷鬼，怎么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了提督家的公子？还是爹英明，这帮人穿着官服在这吓唬谁呢？来人，给他们的腿全部打断，扔到衙门送审！冒充提督大人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！冒充！睁大你们眼睛看清楚，这可是朝廷禁军神机营专赚的鸟铳！吓唬谁呢？鸟铳是吧？别忘了这里是军器坊，说的好像谁没有似的。把铳放下！大人，这群贼子敢公然藐视军法，工匠无辜，若在此处开火，必会伤其康。我崇祯山即便要清算，绝不拿黎民百姓的命做代价。怕了吧？在这地盘上，我爹就是天，我爹就是王法。把库房里那批新造的鸟铳都给我拿出来！冒充提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今天我就替朝廷清理门户。提督大人是吧？若是真的，你现在就该在局里吃酒喝茶，在这儿，你们不过是聚众滋事的乱党。楚兄弟，你这手艺绝了！把这枪的气墙一改，不但威力大了，连后坐力都小了。以前房里发的那些破铳，开个3、5枪就热得烫手，稍微不留神就炸膛崩瞎眼睛，兄弟们拿着它都怕得很呐。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吃，命都在火药上拴着。我多打磨一分，将士们在战场上活下来的机会就大一分。拿我的东西对着我，的良心不痛吗？好一个军器坊！朝廷严加看管的重器，竟然沦为你们赵家私军的武器，随意滥用。军器局的官员都是瞎子吗？边关的军火到底是怎么看管的？还在演？爹，我就说嘛，咱们当初为了捞点外快，就不该把库房里那几批鸟铳偷偷倒卖给山上的土匪。您看看，现在真是什么臭鱼烂虾都能列装枪支了，拿着咱们卖出去的破烂，跑过来装起朝廷命官来了。都把枪放下！既然这几个土匪想演，咱们今天就当看个乐子。还让军器局的官老爷滚过来！你要是能把军器局的张显忠请来，今天老子给大家表演一个口吞枪管。陆成。莫向赛，拿着本督的金牌，去边关军器局把主事官员给我叫过来。遵命。来人啊，去搬几把太师椅来，泡上好茶，咱坐下来好好看看，今天能搞出什么名堂来。爹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台一窝蜂果真是你一人亲手锻造？
父亲，从图纸推演到组装测试，皆是孩儿这3年在地下暗室一锤一错打磨出来的。每一零件，孩儿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。既然如此，赵炳麟，你们父子为何敢在这朗朗乾坤之下颠倒黑白，强玩心血，甚至还敢冒领朝廷军功？强，在这边关军器厂，老子的话就是天理。楚渊不过是个签了死洽的下贱奴工，按照规矩，他生是我们赵家的狗，死也是我们赵家的死狗。本官拿自己家狗叼来的骨头去领赏，有何不妥？岳父说的极是，这房里多的是像楚渊这样烂命一雕的奴工，能为峰哥的前程铺路，那是他们祖上积德。还有这房里所有的工匠，说好听点叫手艺人，说白了，不过就是我们赵家用来升官发财的工具罢了。死工具！我们没日没夜的在火炉边烤着，每个月连饷银都被你们克扣大半，到头来在你们眼里连个人都不算。楚兄弟说的对，没有我们，你们连块铁片都做不出来。给你们一口残羹烂餐训练就该感恩戴德了，真是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胆大包天，火器制造，事关国运。今日若不将你们这群烂肉剜除，天理难容！好大的胆子，敢欺负到我江某人未来女婿的头上了！爹，你可算来了！你要是再晚来一步，女儿和峰哥就要被这群刁民给生吞活剥了！哼，本官乃是这边关的县城主簿。刚才是哪个不开眼的，敢在此地大放厥词，欺压我江某人的亲家？亲家老爷，您来的正好，就是他，竟敢在这里冒充神机营的提督大人，还敢大言不惭说要查办咱们军器坊，冒充当朝正二品提督，真是滑天下之大哥！你们这群戏子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本官虽只是个正八品，但在这1亩3分地上，那就是朝廷的脸面。你们这几个刁民聚众闹事，假冒钦差，按大明律例当就地正法。正8品，好大的官威呀！区区一个芝麻大的小官，连给本都提鞋都不配，也敢妄谈大明律例！江婉容，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底气？一个黑白不分的8品主板，一个鱼肉百姓的军器坊管事，你们这几只井底之蛙，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到底惹了什么人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爹，别跟他们废话，赶紧把这群人枪毙了！给我拿下！若敢反抗，格杀勿论！住手！张大人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您放心，这几个冒充朝廷命官的刁民，马上就替您收拾了。张大人，下官正准备将这伙贼人就地正法，绝不劳烦您亲自动手。张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下官是在帮您捉拿冒充朝廷命官的贼人啊！大人，您是不是被气糊涂了？这2个才是刁民啊！闭嘴！瞎了你们的眼！想死别拉着本官垫背！你们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谁吗？这位乃是当朝正2品神机营武臣提督楚大人！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然敢拿冲指着提督大人！提督大人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刚才不是说要让我们乱枪打成筛子，怎么都不动了？老天爷，我们竟然拿冲指着提督大人的脑袋！这是诛九族的死罪啊！大人饶命！我们就是个打工的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！神机营犯案，闲杂人等滚出去领罚！提督大人，楚渊他真的是提督的亲儿子。下官救驾来迟，万死啊！万死！你这保护伞当得好啊！贪墨军粮，鱼肉百姓！来人，把张显宗扒去官府，打入死牢！遵命。
慢着，楚大人，您不能抓我。哦，本都堂堂正二品，没资格抓你一个五品贪官。您是二品官员不假，地位尊崇，但您掌管的是京师禁军神机营，而下官这军器局归属兵部和工部双重职衔。您想查办我，可以拿兵部的勘核或者皇上的圣旨来，否则您就是在越俎代庖，私设公堂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贪官！本都今日就算先斩后奏，把你这硕鼠就地正法，我看谁敢拦！兵部右侍郎、边关巡抚严大人到！我看谁敢在此滥杀朝廷命官！难怪这几个小喽啰敢如此做作，原来背后最大的保护伞是他。严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！这个楚提督依仗二品身份，不仅要强夺兵部之权，还要杀下官灭口啊！这人掌管重兵，现在还把手伸到兵器制造上了，肯定是想要谋权篡位，意图造反。哼，早就听闻你楚提督抗击瓦剌，立下战果，结果皇上只给赏你一个没有实权的二品头衔，是不是看皇上早不爽了？严嵩之，你少在这里扣帽子！这群蛀虫酣没军功，甚至强抢文武，而楚元造出的绝世火器罪证确凿。皇上下旨寻找你儿，你现在给我说你的儿子就在这里，真是不可理喻，一派胡言！这里谁不知道，楚渊不过是个签了死契的奴工，你为了吞并兵部火获大权，竟随便找个贱奴来冒充子嗣，鲜血交融，滴血认亲，乃是在场工匠亲眼所见，岂容你在此狡辩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滴血认亲，好，本官今日就让你心服口服，传李太医。李太医，你来告诉楚大人，这滴血认亲到底算个什么东西？回大人，这滴血认亲实乃荒谬，只要在水中加入少许此物，这叫白矾，只要往水里撒一点儿，哪怕是人和猪的血都能融在一起。楚大人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铁证。我就知道，我就说嘛，你这浑身酸臭，只配在火炉边打铁的贱命，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提督之子？楚渊，你刚才不是挺威风的吗？不是让我去死牢吗？你这下贱的奴工，这辈子都只能被我们踩在脚底上。江婉容，你真可悲！我就算脱了这身衣服，也是能造出国之重器的匠人，而你就算穿上金丝锦绸，也掩盖不了你这副丑陋嘴脸。求严大人明鉴，这楚渊不仅是个假少爷，还是个签了死契的奴工。大明律例，奴工不得接触核心军机。他若真懂火器，那就是偷师窃密，论罪当诛。说得好，一个贱奴也敢妄图染指国之重器，欺瞒朝廷大员。来人啊！把这个意图偷取军机的假少爷楚渊，连同那台火器一起给本官拿下，押回兵部大牢，严刑拷打，生死勿论。严嵩之，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试试？神机营听令，保护公子。开火啊！楚真山，你今天只要敢让你的人开一枪，明天一早你谋逆造反的折子就会堆满皇上的御案，自己九族都搭进去喽。来呀！
我这些工匠都是平头百姓，你真忍心打死他们吗？哈哈哈哈哈！都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全给我杀了，一个不留！你把我们当牛马对待，现在还让我们用工具对峙军火，只有楚兄弟拿咱们当人看，偷偷教咱们活命的手艺。今天你们这群狗官谁敢动他，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兄弟们，这10年是我楚渊欠你们的。反了，反了！一群破工匠竟敢忤逆号令，本官乃是兵部侍郎，难道想跟楚镇山一起背上谋逆的大罪吗？现在退下，本官可以网开一面，否则诛你们9族！诛9族？我们这些苦命人早就被赵家榨干了血汗，连饭都吃不饱，哪还有什么9族？亲家，你就是平常对他们太仁慈了。都是你的人，你恐怕下不了手。我替你去把他们教训了。江主簿，你敢碰他们一下试试？爹！楚渊，你竟敢殴打朝廷命官！峰哥，快将我拿冲出来，给你岳父报仇！这10年是这群工匠、奴工兄弟们跟我同甘共苦，今天谁敢动他们一根汗毛，我楚渊就先要了谁的命！反了，反了！你个下贱的奴工，我要扒了你的皮！聒噪的奴工，拿来！我要亲自毙了他！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你真指望这个假爹会去给你上坟吗？兄弟小心！江主簿，有种就开枪啊！装腔作势，去死吧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严大人，你知不知道，上个月赵管事为了贪墨金刚，私自将这一批次鸟冲的材料换成了废铁。他手里那把气势槽都是歪的，这就是赵炳莲贪墨军饷中饱私囊的铁证。连开枪都会把人炸膛打死，你们就是拿这种破铜烂铁去糊弄边关将士的命！你们这群贪官，到底喝了前线将士多少血？贪官该死！替死去的弟兄们报仇！这些劣质火器全是你们造的，上面查下来，我们全都跑不了，回头将他们全杀了，这样我们才能活命。对，严大人说的对，死无对证，只要把你们身后这群人全杀了，咱们的事儿就能瞒天过海。放屁！材料上的事儿，我们管得着吗？本督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我儿和这些工匠一根汗毛！陈吉，准备！谁敢上前一步，打成蜂窝！发什么愣？既然这火器是你赵家督造的，还不赶紧给本官把它转过来，对准他们！我不行啊，严大人，转，不然本官现在就先宰了你！赵炳莲，不想死的话就赶紧过来！哈哈哈哈哈！
楚镇山，你神机营的鸟冲再快得过这台翼窝蜂吗？严嵩之，你疯了！这火器一旦激发，整个大厅都会被夷为平地。本官是疯了，也是被你们逼的。没想到吧，我上面还有人，那位大人会处理好我们的一切身后事。快，装填弹药！楚镇山，让你的部队立刻把火铳放下，否则本官现在就点火，大家一起下地狱。提督大人，神机营听令！神机营听令！渊儿，你楚镇山，你生了个疯儿子，他这是想拉着你们所有人一起死。好，本官今天就成全你这狂妄。严大人，堂堂正三品兵部侍郎，连点个火的胆子都没有。你刚才那股要诛我九族的官威去哪儿了？贱奴，你敢炸本官？你以为本官不知道你在唱空城计？你以为本官不敢点？严大人放心点，我刚才往这36个炮管里塞满了库房里最猛的火药，堵上了大铁丸，只要一点火，保证把他们轰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好一个大铁丸！请严大人，听见没？火力这么猛，赶紧点！点火，把这群贱骨头全轰成渣！本官送你们上路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炸？风儿，你干了什么？这机器怎么哑火了？开炮啊！你给我开炮啊！我不知道啊，爹，我明明把火药和铁弹丸都塞得死死的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严大人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这就是你赌上身家性命，要拉着我们同归于尽的大杀器？你到底在这机器上动了什么手脚？动手脚？我楚渊造的东西完美无瑕，是你们这群蠢人，连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都没搞明白，就敢拿来威胁神机营。赵峰，你不是一口咬定这火器是你造的吗？那我问你，你往这发射管里塞铁丸干什么？你当这是打鸟的火铳吗？火器不就是打铁丸的？这件重器是靠火药燃烧带来的推力，连续发射带有尾翼的火箭。火箭飞出时会发出阵阵风鸣般的声音，且枪管排列酷似蜂巢，因此命名一窝蜂。连用什么停电都不知道，还敢冒充图纸是自己画的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好，临危不乱，扭转乾坤，不愧是我楚镇山的种。渊儿，你今天不仅救了全场兄弟，更给爹长了天大的脸面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贪污腐败，威胁神机营。这群小丑的没戏唱，现在该轮到咱们清算嘴账。全军听令，给我拿下！神机营捉拿逆党，杀！放肆！放开本官！楚镇山，就算查清了火器，你也没有兵部、工部勘核，你无权抓我。本官要上京告御状。告御状！你贪墨军资，纵容下属以次充好，甚至意图谋害提督内臣与军器局大将，桩桩件件都是凌迟的死罪。本督今日不仅要抓你，
还要将你这硕鼠褫夺官府，押解信京，让皇上亲自判你个诛九族，扒了他的这身皮。抓了我！那位大人绝不饶你！楚公子，楚爷爷，饶命啊！我把他的银子全吐出来，是我瞎了狗眼，饶我一条狗命吧！我不想死啊！我再也不敢冒充了。那图纸是您的，火器也是您的，求您把我当做屁放了吧！放了你，前线那些死去的将士，他们找谁去求饶？兄弟们，这口恶气，今天你们先出。呸！你每天让我们吃馊水的时候，想过有今天吗？冒领楚兄弟的功劳，还想炸死我们？打死你这个草包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行，那就给你一个痛快。袁哥哥，楚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是被赵家父子逼的。笑死我了！逼迫你父亲，没听见刚才是谁在称你爸为大人的？我没有婚约的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提督公子了，我收拾一下，马上跟你回家。江婉容，当初你巴结赵峰，窃取成果，羞辱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有婚约啊？江婉容，你刚才说你生来就是要当官太太的，恭喜你！现在你的赵公子去地府里当大官了，你正好可以下去陪他，做一对恩爱的亡命鸳鸯。我瞎了眼啊！我怎么会这么蠢啊！青天大老爷啊，提督大人英明，少爷英明，咱们终于不用再受他们的折磨了。诸位兄弟，快快请起！这10年，若是没有兄弟们的暗中照拂，我楚渊也活不到今天。站住！你的事儿还没解决呢，想走哪儿去啊？提督大人，下官这就赶回银库，去给这些工匠们调拨库银，补偿一下他们多年的劳苦。调拨库银？赵炳莲这几年能一手遮天，酣没军火，你真当本督不知道你才是他们背后最大的保护伞吗？你这军纪局主事被喂得脑满肠肥了吧？将这贪赃枉法、鱼肉百姓的狗官给我拿下，严加审问！遵命。不，我不去死牢，我不去死牢。这是你们逼我的！不好，快拦住他！你敢毁我国之重器！国之重器！楚镇山，你少在这充大头了！你真以为大明还有救吗？这小子在第一次测试的时候，老子就已经把图纸偷偷拓印下来，暗中高价卖给了东海的倭寇。通敌叛国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。算算日子，
倭寇的军工厂现在早就把这东西进行了全队列装，不出3个月，倭寇的舰队就会带着这连峰火器轰开大明的海防线。你就算抓了我又怎样？你就算认回了儿子又怎样？大明马上就要生灵涂炭了，你们父子俩就等着给这昏庸的大明朝陪葬吧！卖给倭寇了，完了！这连发火器的威力，我们亲眼所见。东南沿海若是被轰开，咱们大明的百姓全得死啊！造孽呀！咱们辛辛苦苦敲打出来的心血，竟然变成了屠杀咱大明同胞的刀！这判官丧尽天良啊！你竟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将大明江山，将千万黎民百姓拱手送人！张显宗，你百死莫赎！杀呀！你现在就算杀了我，倭寇的火器也停不下来了。我到了九泉之下，有几十万大明将士给我陪葬，这辈子值了！卖给了倭寇，你是不是忘了那图纸是谁画的？你觉得只有一张图纸够用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那张图纸不过只是一窝蜂的外壳，没有火箭的图纸，倭寇拿什么发射？学赵峰打弹丸吗？刚才赵峰装入的是实心大铁丸，如果他们敢往里面装铁砂霰弹，一轮齐射就会直接炸膛，引燃他们船底的弹药库。你卖给倭寇的是一张全军覆没的催命符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完了，我全完了！坑杀倭寇于万里之外，不愧是我楚镇山的儿子。陆征，把这通敌叛国的汉奸就地正法。末将领命。叛国贼，去死吧！可惜了，这等巧夺天工的神器，竟然被这叛徒砸毁了。若是能完整的进献给皇上，必能大振我大明军威。爹，您真以为我只造了这一台吗？我有把握复原它。渊儿，你的意思是？兄弟们，来搭把手！这么多年都发现这里还有个暗门，十台！你竟然在赵家父子的眼皮子底下暗中打造了10台！倭寇若敢犯我大明海疆，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咱们带着这批重器进京灭圣。好，全军集结，护送少爷与神机重器进京。渊儿，穿过这绝命谷，再有50里便可抵达京城。但此地易守难攻，我总觉得透着一股杀气。爹，严嵩之临死前叫嚣的那位大人，既然能在兵部一手遮天，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带着铁证和神机重器进京，他一定会狗急跑桥。敌袭，全军列阵，保护提督和公子。阁老有令，这车队里的人一个不留，车上的东西能抢则抢，抢不动则毁，给我上！保护楚兄弟，保护咱们的心血，谁敢动这车，先从老子尸体上擦过去！神机营，准备死战！爹，陆大哥，让他们退下。区区几百只蝼蚁，何须弟兄们拼命？兄弟们，先不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大明火器的巅峰。阁老为何想要这几对射箭的破莲弩？不管了，反正有钱赚。破冷兵器也想挡住爷爷们的火枪，给我冲！杀了他们！调整仰角，腰杆拉满。
楚兄弟，羊角调试完毕，机报已锁定。这是什么怪物？魔鬼！这是魔鬼啊！咱们赢了，赢得如此轻松。留个活口，爹，带上，咱们进京，好好会会他背后那位阁老。楚爱卿，你急报进京，说有国之重器进献，还要参奏朝廷大员通敌叛国，究竟是何事？臣楚镇山幸不辱命，不仅找回了失散10年的犬子楚渊，我儿更为大明造出了能以一当百的连发火器——一窝蜂。一派胡言！皇上，老臣已收到边关急报，楚镇山纵容一个签了死契的奴工冒充提督之子，甚至在军器房内滥杀朝廷命官严嵩之等人。请皇上诛杀乱党。哼，魏阁老，您这倒打一耙的本事，比边关的那一群人还要熟练啊！放肆！你一个贱籍奴工，竟敢在大殿上攀咬当朝首辅，证据何在？证据，这本账册上记录了边关军器局多年来的所有流水，而最终的白银去向，全都是你魏府的私库。你在山谷派出的刺客活口，现在就压在殿外。皇上，这账册是伪造的，刺客是屈打成招的，老臣冤枉啊！够了！魏阁老，你以为朕真的被蒙在鼓里吗？你结党营私，把持兵部，朕早欲除你，只是苦于边关军面受你掣主，没有铁证。今日楚爱卿寻回麒麟子，带回帐册与活口，你还想狡辩？皇上，臣罪该万死。来人，摘去卫士顶戴花翎，查抄魏府，诛灭九族，其党党一律打入天牢，严惩不贷。楚渊，听旨。你忍辱负重，研发神机重器，消灭贪官，救国于危难。朕今封你为工部尚书，兼领大明军器总监，统管天下兵工厂。臣楚渊领旨谢恩，臣必将穷尽毕生所学，为大明打造出横扫八荒、战无不胜的钢铁洪流。